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2月27日星期四，万象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外汇价格，今日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0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0.01%。今日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6.4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02基普，涨幅0.16%。今日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1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6基普，跌幅0.2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60.74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7.99点，跌幅0.68%。开盘1167.92点，最高1169.23点，最低1155.5点。成交量238500股，成交金额4.126.6亿基普。昨日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80基普，交易量23.100股。其次是马哈腾和老挝电力。昨日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80基普，交易额3.9184.2亿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马哈腾。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049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2万基普，涨幅0.07%。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2月2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3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3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965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140基普，跌幅0.72%。普通汽油价格下跌280基普，跌幅1.19%。95号汽油价格下跌360基普，跌幅1.2%。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建党70周年庆典演出彩排。2月24日，老挝国家文化宫举行了一场艺术与文化表演的彩排活动，这是为庆祝建党70周年所做的准备。莅临现场的嘉宾包括党中央常务副书记、国家副主席布通吉马尼、副总理詹沙蒙詹亚拉，以及老挝建国阵线中央主席辛拉冯库德派通等党政领导。来自各部门的干部及群众也参加了活动。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长斯万萨万维亚凯在活动中简要汇报了彩排情况。此次表演汇集了来自多个部门的300多名艺术家参与。排练过程中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负责团队和艺术家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2025年的重要日子里呈现精彩演出。表演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为交响乐欣赏，主题为热爱故乡。第二部分则是音乐、舞蹈、歌曲、戏剧和体操相结合的综合演出，配以灯光和影像，主题为在党旗硬币下。彩排内容丰富精彩，令人印象深刻。2. 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向万象省民族学校捐赠学习物资。2月24日，中国广西民族大学校长韦世珍率代表团访问老挝万象省民族学校，并捐赠了一批学习物资和办公用品，包括笔记本、笔、铅笔、彩色笔、彩色打印机及日常消耗品等。此次捐赠由万象省民族学校校长慷慨坎提代表接收。此次访问和捐赠活动体现了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友好合作，旨在支持老挝民族学生的学习和发展。3. 肇事后逃逸的巴色市交通事故嫌疑人被抓获。2月26日上午10点45分左右，在占巴塞省医院前发生一起皮卡车与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造成3名学生受伤，伤者已被安全送往省医院接受治疗。肇事的蓝色福特皮卡车，车牌号为2889，
事故发生后试图逃离现场，驶向巴色市河岸方向。事故发生约1小时后，交通警察在巴色市彭西开区成功逮捕了肇事者。该地点距离事故现场约5公里。关于肇事者的详细信息将会进一步公布。4. 缅甸打击电信诈骗，准备遣返7000多人回国。据泰国每日新闻2月26日报道，缅甸当局于2月25日在苗瓦底市水谷沟镇 KK 园区开展了针对电信诈骗和人口贩卖活动的打击行动。此次行动一共控制了7141名外国人，其中男性6716人，女性425人，共涉及29个国籍。在这些人中，中国公民最多，有4860人，越南572人，印度526人，埃塞俄比亚430人，印度尼西亚283人，菲律宾127人，马来西亚70人，巴基斯坦78人，肯尼亚64人等。所有被解救人员在被询问是否愿意回国时，均表示愿意返回自己的国家。缅甸方面将与泰国政府及各国使馆协调，加快安排这些人员返回各自的国家。5. 老挝计划向中国出口100吨芒果，农业合作持续深化。近日，在万象市举行的老挝农产品生产加工及出口会议上，甘盟省农林厅厅长提萨克达马尼坎透露，2025年该省将重点出口芒果至中国。据他介绍，位于塞邦县的中国投资者果园预计今年芒果产量将达到500吨，其中100吨计划出口到中国。此前，甘盟省已成功向中国出口了100多吨龙眼。提萨克达表示，过去甘盟省的主要农作物包括稻米、玉米、木薯等，这些产品由当地农民种植，并有多家企业协助出口。此外，芒果和火龙果等水果也正逐步进入收获季节。目前，甘盟省共有 24.7 万公顷耕地，其中大部分由中国投资者开发。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如滴灌、喷灌系统以及芒果、大豆和火龙果的种植方法，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同时，这些投资还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萨克达强调，此次会议旨在帮助老挝农民和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对华出口的高标准流程和技术要求，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和竞争力。6. 波侨省发生民宅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2月25日上午，老挝波侨省帕乌多姆县发生一起民宅火灾事故。失火房屋为一栋2层建筑，一层为土砖结构，2层为木质瓦片屋顶。据目击者称，当天早上约8时30分，有人发现浓烟从屋内冒出，随即通知房主并召集附近村民前来灭火。由于及时扑救，火势未蔓延至周边区域。幸运的是，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导致部分室内物品受损，包括衣物、电器、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具体损失金额尚待相关部门进一步核实。至于火灾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7. 国家残奥委员会召开2024年度工作会议并审议2025年计划。2月26日下午，老挝残奥委在主席康塔利希里蓬潘女士的主持下，召开了2024年度工作会议，并审议了2025年的工作计划。出席会议的还有教育与体育部部长普西马拉翁博士、老挝残奥委前主席桑东拉詹布女士、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达拉万吉提潘女士等领导，以及相关部门代表、国家残疾人体育联合会代表和媒体人员。会议还听取了财务工作报告、国家残疾人体育技术委员会的报告以及4个体育联合会的汇报。此外，会议还举行了颁奖仪式，表彰了在残疾人体育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8. 万象市占塔布里县道路施工提醒。2月26日，万象市占塔布里县西红村的道路正在进行混凝土铺设施工，相关部门提醒市民和游客，施工期间请尽量避免通行该路段，以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和交通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明天见。